一边是自己最爱的丈夫，一边是自己无限信任的闺蜜。谁也没有想到，这两个人居然会背着女子悄悄走在了一起。女子伤心不已，收集证据，果断出击，让丈夫以后在人前再也抬不起头来。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王冰妍毕业才1年，就传出了要结婚的好消息。朋友同学听到后都感到十分震惊，因为在大学的时候，他们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王冰妍谈恋爱的消息。大家都以为王冰妍对爱情不上心，可能是全班同学里结婚最晚的一个，没想到她却成了班里结婚最早的一个。然而，这件事除了作为当事人的王冰妍和她的男朋友外，王冰妍的闺蜜也一点儿都不感到震惊，因为早在王冰妍谈恋爱的时候，就已经把这件事告诉了闺蜜。其实原本王冰妍是没打算说出来的，还是闺蜜心思细腻，发现王冰妍变得跟以前不同了。找她的时候，她经常有事出不来，在朋友圈里还能看到许多的美景美食。闺蜜通过不断逼问才知道了这件事。闺蜜还向王冰妍抱怨说：“我可是你的好朋友，你怎么连这么重要的事情都不告诉我？是不是你不信任我？”王冰妍一脸无奈地说：“当然不是了，只是我想着等我们感情稳定下来之后再对你说的。”闺蜜对这个答案不满意，问她：“难道你还担心我是个大嘴巴，会到处乱讲吗？你知道我不是那样的人。”王冰妍笑了笑，说：“我当然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，我也很信任你。但我要是前脚就跟你说谈恋爱了，后脚就分手了，你可能不觉得有什么，但我还是会感到尴尬。”闺蜜也觉得王冰妍说的有道理，没有再继续抱怨此事，还打听起王冰妍男朋友的一些事。王冰妍知道她是好奇，毫不在意地跟她说了一些，并且还答应有时间的话会安排她和自己的男朋友见面。说起来，王冰妍和她的男朋友丁一宇能够相识并走到一起，也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。两人之间就像青春偶像剧中演到的那样，因为一件小事有了交集。那时，王冰妍第一次到大学报到，因为人数众多，当时她就把箱子放在自己身边，去填报一些信息登记。结果就是在这个过程中，她和丁一宇拿错了箱子。因为两个行李箱的样子长得实在是太像了，所以一开始拿错的时候，两个人都没有发现。直到王冰妍好不容易到了安排好的宿舍之后，她想要把行李收拾一下，却发现怎么打密码都打不开自己的箱子。这个时候，她才仔细看了一下外观，发现这个不是自己的箱子。因为他自己的箱子上是带有一张纸条，上面写有自己的电话号码，这也是他的父母叮嘱他的，为的就是万一拿错箱子或者箱子丢掉的时候，可以有好心人发现之后，通过电话告诉他把这个箱子找回来。没想到这个时候居然派上了用场。王冰妍当时虽然很着急，但她相信对方也能很快发现拿错箱子这件事，所以她一直在等待着对方打电话过来。喂，你好，请问是王冰妍同学吗？晚上5点多，王冰妍苦苦等待的电话终于打来了，她连忙对对方说：“是的，我们两个的箱子好像拿错了吧？”对方着急地说：“是的，幸好你在箱子上带有电话号码，不然我们找起来就很麻烦了。那个，你看你什么时候有时间，我们约定一个地点，把这个箱子换过来。”王冰妍激动地说：“我现在就可以，要不然我们就去第20堂吧。”
对方说可以。没多久，两人就在第二餐厅碰了面。当时已经是晚上7点，他们不仅相子，还在一起吃了晚餐。聊天过程中，他们才发现两人是同一个学院里的人。丁一宇就说：“我们这么有缘，不如就交个朋友。”王冰妍不好意思拒绝，就答应了。而且他想着，到了新的地方，多交一个朋友，多一条路。之后，两人就交换了微信。王冰妍没有食言，很快她就把丁一宇介绍给了闺蜜认识。闺蜜很给力，一直悄悄跟我冰妍说她男朋友长得很帅，说话也很有磁性，看起来就是个优质男。王冰妍听后很是开心，因为她也是这样认为的，而且很庆幸自己能够早一点认识了丁一宇。期间，王冰妍去了一次厕所，也是趁着这个空隙，闺蜜加上了丁一宇的联系方式。自此以后，她就经常瞒着王冰妍跟丁一宇聊天，有时还会喊丁一宇和王冰妍一起出来玩。看起来3个人的感情非常深厚。事实上，闺蜜从看到丁一宇的一开始，就对他有了好感。她嫉妒王冰妍找到了那么好的男朋友。她曾在学校里尝试着找一个比丁一宇更优秀的，可挑来挑去，要么是别人看不上她，要么就有了女朋友，剩下的则都不是她喜欢的。所以闺蜜再次把注意力放在了丁一宇的身上，而之后的每一次与他接触，也都是为了增进与他的感情。丁一宇不是傻子，第一次看不出来，这么长时间，他总能看得出王冰妍闺蜜对他有意思。令人失望的是，他居然对此没有任何的反感，反而欣然接受了，而且也没有告诉过王冰妍。大学毕业后，王冰妍就迫不及待地要和丁一宇结婚。闺蜜知道的时候，还对王冰妍说：“你真的不再考虑一下了吗？我觉得你的工作还没有完全稳定下来，等到稳定下来再结婚比较好吧。”王冰妍就告诉她，事业可以再打拼，但是爱情就只有这一次。我很喜欢他，我不希望错过他，而且他上班之后，身边肯定会围绕更多优秀的女孩子。我现在得把他牢牢把握在手中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就这样，王冰妍和丁一宇变成了夫妻。婚后，他们也度过了近半年的甜蜜时光。热恋期过去，王冰妍慢慢发现，丁一宇似乎不像自己想象中那么好。他在家总是邋里邋遢，说了也不听。以前还对自己百依百顺，结果现在对自己态度冷漠。她本以为是丈夫工作压力大，所以才有了这些变化，甚至怀疑是不是所有夫妻都是这样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两个人之间的感情渐渐变淡，最后都成了凑合着过日子。直到有一次，她发现丁一宇在瞒着她看一些女性首饰的时候，她才感觉到了不对劲。因为不管婚前婚后，丁一宇都从来没有给自己买过首饰。可是她转念一想，也有可能是丁一宇突然变得浪漫起来，想要给自己一个惊喜。于是她怀期待地等待着丁一宇给自己惊喜。可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，丁一宇那边还是没有任何动静。但他的消费记录显示，丁一宇买的女士手链明明已经到了2天了。婆婆是农村妇女，向来不喜欢这样的东西，所以丁一宇肯定不是买给婆婆的。那么她这个东西是买给谁的呢？这让王冰妍感到有些奇怪。没过多久，她就知道了这个答案。那天，她约闺蜜出来一起逛街，一抬眼就看到她手上的那个手链和她在丈夫购买记录里的一模一样。她装作一脸好奇地问闺蜜：“这么好看的手链是什么时候买的呀？”闺蜜脸上装满了幸福，告诉她：“
是前2天带的，而且是别人送的。王冰岩闻言，心中当时就凉了半截，这事情是不是过于巧合了？但他又安慰自己，万一就是巧合呢？于是她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异样，反而和闺蜜开开心心地逛完了街。回到家后，王冰岩就一直在观察丈夫。在某一天，她出门后，王冰岩也跟着出去了。结果就看到丈夫和闺蜜手拉着手，有说有笑地进入了一家酒店，亲眼目睹过丈夫对自己的背叛。王冰岩感觉自己心痛到呼吸都感到困难，她把这2个人当成自己最信任的人，为他们付出了那么多感情，没想到这2个人却不知道什么时候背着自己走到了一起。对于这样的人，王冰岩也绝对不会放过。既然他们有错在先，那自己不惩罚他们一下，怎么能行呢？王冰岩打定主意后，当作无事发生一样回到了家中。接下来他就开始瞅准时机，多次搜集证据。很快，又1年的同学聚会又到了。当天，王冰岩穿着隆重地出现在了聚会上，连丁一宇都看呆了。可王冰岩连个眼神都没给他，把自己手中握有的重要证据公布在了同学们面前，让丁一宇和闺蜜无地自容，受到了众人的指指点点。看到他俩如丧家之犬般逃离了现场，王冰岩别提有多解气了。回到家后，她也果断和丁宇离了婚，和闺蜜断绝了往来。未来的美好生活正在向她招手。在婚姻里，如果一个人做不到忠诚，那必将会失去别人的信任。他对别人造成了巨大的伤害，别人为讨回公道，势必会做出反击。可以说，对别人应该忠诚的人不忠，是罪大恶极，永远不能为社会所容忍。或许他们可以隐瞒得了一时，但他们绝对隐瞒不了一世。而当他们丑陋的面目被揭穿的时候，也是他们自食恶果的时候。在婚姻生活中，忠诚是我们对彼此最基本的承诺。当我们选择走进婚姻的殿堂，我们就应该明白，婚姻不是儿戏，更不是一场游戏。忠诚是我们对婚姻的尊重，也是我们对彼此的尊重。如果一个人在婚姻中不能做到忠诚，那么他不仅会失去别人的信任，也会失去别人的尊重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真情人间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